今天讲一部在科幻界隐藏很深的经典佳作，看完它绝对可以颠覆你的认知。如果我们的世界是由代码组成的模拟游戏，那么是否意味着可以不断读取存档，从而体验不同的人生呢？故事开始，男主杰克是一名游戏开发程序员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编程一些代码。周末他和家人来到沙滩度假，殊不知一场悲剧正在悄然发生。女儿想在海边捡一些贝壳，可手中的玩具却被海浪卷走。望一眼不远处的父母，女孩孤身一人走进了深水区。就这样，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此毁灭。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女儿离世，这让杰克和妻子一度陷入巨大悲痛，内心更是充满了深深的自责。纵使他们有万般后悔，但一切都成了无法挽回。就当两人整理女儿的物品时，杰克却发现了诡异的一幕。明明记得童话书的名字含有字母 E， 可现在却变成了其他字母。难道是自己悲伤过度产生了错觉，还是说曾经的记忆出现了偏差？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，杰克当晚找到自己的弟弟询问，然而弟弟的回答和自己一样，这本童话书的书名的确是 E 而不是其他。通过上网查询继续求证，发现有很多网友对此提出过疑问，所有人的答案如出一辙，都是 E。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巧合或者意外，但第二天发生的事更让人觉得诡异。杰克无意看到贴的一张家庭合照，而照片中的背景竟然与记忆不符，清楚的记得应该是一家科技中心，可上面却变成了一个天文台。妻子对丈夫的惊讶毫不在意，她认为这可能是太过思念女儿，所以才出现了记忆混乱。No, you're confused. It's Griffith Observatory. 书名和照片的事情让杰克十分困惑，于是他想通过互联网寻找类似案例。作为一名资深的游戏程序员，杰克很快查到所有关键词指向一句话：人类的记忆偏差是一种普遍现象，也被称为曼德拉效应。可以说这属于自然界的未解谜题，大家不必慌张，也无需烦恼。杰克不相信这套模糊说辞，隐约中感觉事情可能另有玄机。凭借着自己过硬的技术，通过翻墙深挖出一个加密视频。视频中的教授侃侃而谈，他认为地球是一个被模拟的虚拟世界，世间万物全部由程序代码组成，人类就像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道具。生活中之所以出现记忆偏差，实际上就是程序出现的 bug 而已。至于大家所说的曼德拉效应，说白了是忽悠人安于现状的一个幌子。杰克震惊看到的一切，正要深究时，视频突然出现卡顿，似乎有种能量在刻意干扰。紧接着提示无法继续访问，无奈的杰克陷入沉思。如果用教授的理论来看待世界，那么是否意味着可以篡改程序，让女儿死而复生呢？为了搞清楚这种理论的真实性，杰克给教授发了一段视频留言，希望能够见面了解详情。几天之后，没有收到回复的杰克来到学校，直接拦住教授想问个明白，然而还没说上几句就遭到了拒绝。 I'm sorry for your loss, son. 杰克叹息，得到这样的结果，打算就此放弃。可晚上突然听到女儿的一声呼喊，让他重新燃起了调查真相的动力。第二天，杰克再次找到教授，并恳求他回答自己的困惑。看着眼前如此执着的男人，教授坦然公开了自己的研究。原来他通过计算得出世界是虚拟的，我们平时看到所有的一切，无论是宏观世界的天体运行，还是微观世界的量子系统，它们全都是编程好的一个程序而已。作为程序员的杰克不禁提出质疑，如此庞大的宇宙结构，那得需要多大的服务器才能运行和计算呢？教授说这个根本不算问题，虚拟世界如同大众熟知的游戏一样，角色只有进入某个场景时，所搭配的人和物才会加载出来，可以理解是为了减少内存，这样就能让独立的个体顺畅运行。杰克说，假设你的理论是真的，那么一定存在如同上帝般的设计者或者玩家。教授表示自己也有相同的考虑，所以一直在研究如何证明世界是虚拟的，继而顺藤摸瓜找到这个程序的幕后者。这时杰克的脸色看起来有些憔悴，感觉是该用些护肤品了。可马上就要到了暑期，那么多平台去哪买更便宜呢？其实不如先去抖音商城大牌试用看看，操作方法也很简单，点商城然后点试用领取或点评论区。学会了吗？快去看看吧。为了能让杰克相信，教授带他来到了学校的实验室，这里有一台世界上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，已经证实可以连通虚拟世界的数据。就当教授给杰克演示的时候，一个面无表情的管理员走了进来，然后以高度机密将两人请了出去。出来后的杰克向教授讨教一些运算代码，他想用普通电脑尝试连接虚拟世界。教授说，你不能篡改任何数据，因为它产生的蝴蝶效应会让周围的事情发生改变，鉴于普通计算机绝不可能连接成功。教授最后说了几个运算仅供学习。回去后的杰克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，满脑子都是想着如何救回女儿。凭借着自己资深的游戏开发技术以及教授提供的运算方式，他硬生生撕开了虚拟世界的后门，仅靠一台普通电脑就黑进了服务器，最后找到女儿的存档，然后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回档。第二天一觉醒来，杰克发现了家里的不对劲，走出房间果然看到神奇的一幕，女儿竟然鲜活地坐在客厅。此时走过来的妻子拥抱丈夫，杰克赶紧询问看到的情况。Do you see her?
Yeah. 原来一切都不是梦，教授的代码世界论是真的，自己的模拟入侵也成功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杰克一家又回归了往日幸福，即便知道周围都是假的，但毫不掩饰的爱意却是真的。故事到这里好像已经圆满结束，然而谁也想不到，正因为杰克的篡改回荡，周围的人和事物已经发生了悄悄改变。妻子突然变得十分暴躁不可理喻，还怒斥着女儿不应该出现在家里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杰克害怕程序会自动纠错撤销回档，于是来到教授家里想寻求帮助。然而教授的妻子却告诉他，自己的丈夫在2个月前已经去世。这句话让杰克浑身一震，因为他前几天才和教授见过面。很明显，虚拟世界一定是在修复 bug。教授是攻击服务器的漏洞，而女儿也是违背规则的漏洞。看一眼手中正在裂开的水杯，杰克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计划，只要重启这个世界的服务器，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。不过这次必须使用量子计算机，强大的承载力是运行的必要条件。于是杰克直接编写重启代码，并在自己的行为上做了一点改动。随后不久，杰克驱车来到教授所在的学校，然后避过人群，悄悄潜入了实验室。这时的管理员发现了他，立刻要呼叫安保过来，迫于无奈上前阻止，谁知对方不堪一击被撞晕过去。顾不上思考太多，杰克随手拿走了他的门禁卡，将重启的 U 盘插入机器，系统很快识别并急速解压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杰克慌慌张张逃出了实验室。然而外面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，停车场的汽车竟然全部消失。因为担心妻子和女儿的安危，杰克只好坐上公交车往家的方向赶去。随着量子计算机的悄然运行，整个世界正在逐渐变得土崩瓦解。公交车内的大妈突然开始闪烁，紧接着朝着汽车的底盘走去。再看身后的景象，一对情侣正在慢慢变成像素。诡异的一幕把杰克瞬间吓傻，真切地感受到世界果真都是代码。慌乱中跑下车子，然而更多的诡异接踵而来。白天瞬间变成黑夜，再一转身又变成了白天。加快脚步朝着家的方向奔跑，身边的环境竟然变换起颜色。杰克不知道世界重启后会是什么样，他此刻只想找到家人待在一起。刚刚冲到家的房间，赫然发现自己又进了一遍，循着声音来到后院，周围的所有物体正在来回闪烁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凭空消失。惊恐地将家人搂在怀里。这时妻子突然推开丈夫，然后站着不动哭喊起来，脸部随即变成了一堆像素，不过几秒后又恢复了原样。杰克震惊的同时拉回妻子，然后紧紧地抱住家人不敢松开。此时天空传来一声巨响，仔细看是2颗星球撞在了一起。在杰克惊讶发生的一切时，周围随即变成了无尽的黑暗。随着一串密集的代码过后，整个宇宙发生了爆炸，各类星系破碎后又重新组合，太阳、月亮、地球逐一出现。下一秒的世间万物进行了重新洗牌，人类从单细胞生物开始演变，然后慢慢繁衍，形成了新的文明。周而复始的46亿年过后，时间停在了杰克和家人度假的那一天，依旧是祥和惬意的日子。女孩起身要去海边捡一些贝壳，冥冥之中似乎有种之意，杰克潜意识地叫住了女儿。Leave George with us. 正是这样一个小小举动，成功阻止了接下来发生的悲剧。至此，杰克凭借一己之力居然逆天改命，然而他所留下的启示却让人细思极恐。试想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未解漏洞，不正暗示了世界就是虚拟的吗？